叫你们赶快通过国防预算，在延宕会跌出优先名单。3月不给我们通过，老百姓不卖了，我才不相信呢。后面那么多军工产业不卖，还想你多买一点，哦，怎么会不卖呢？不要试试看，看他会把你踢出来，好吧？也许吓你一下会了，但他把你踢掉，可能根本不在里面。赖清德说，贸易竞争中国有求美国的多，所以呢，美国不会把我们当筹码。放心啦，万美玲放心哦，台湾人对只要有信心，我们那么重要，他怎么会把我们当筹码？不会啊！赖清德说，半导体最先进的制程都在台湾，所以我们的地位呢是不可或缺的，不可能把我们当筹码的。那台湾的军购90%依赖美国，是全世界第一的哦。其他国家也有依赖美国，但是没像我们几乎都是完全依赖美国哦。但是呢，中国的稀土现在很惨，欧洲国防对美国依赖是减少的，但是呢，老共的稀土还暂时没有替代方案，不可能在那么快有提供这样的稀土哈。赖清德说，你们在野党立委哈，齐头是为自愿加薪，不但违宪，而且不利军中的领导。他讲些什么？固然是你看的是，比如说每个人加15000，或每个人加2万、加3万。但原来，譬如说这个军官、将官可能拿到这个8、9万，加3万11万，原来的兵可能只有3万，加3万变6万，还是比他少很多啊！哦，什么叫做这个不利军中领导是怎样？一定要那个大官多很多才利军中领导吗？大官才有威仪吗？讲些什么？好，那么曾丽文说有2个标准，第一个呢要买真正需要的武器，第二个呢不可以因为用军火来营私舞弊赚钱呐，哦，所以他说蓝营呢不会对于民主底线松手哦。那民众党的新的党团这个召集人是说呢，民众党说国民党说会提自己的军购条例，那民众党已经提了一个4000亿的条例，说所以陈俊仁说我们的版本是最好的哦。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同意让1.5兆的国防军购复委，那国民党说尊重。因为民众党加上民进党就过半了，哦，你国民党反对也没用啊，也只能尊重啊，因为民众党自己的自主性嘛，哦，那吴宗宪呢，国民党的这个文传会主委说，国民党未来会自提版本，哦，那另外呢，黄国昌说，就算是民众党同意行政院版本复委通过的，不会是行政院版本，通过一定有一些删减啊，一些妥协啊，一些折中啊等。如果3个党都有版本的话，可能各党都有一些这个。条放在里面，法条放在里面，或是预算的主张放在里面。那另外呢，赖清德昨天说，你们议员出身立委了，你们都是啊，你也是嘛，当过议员嘛，当过议员哈，你们这议员你也是啊，也是啊，要了解中央跟地方运作不同啦，哪有说这个立法院是提出预算，行政院没有行政版本的？奇怪了，法律有规定，他说这是违宪，是违什么宪呢？宪法哪一条说立法院审查法案或预算非要行政院送来？没有啊。立委本来就可以提出法案了，我当时好几个法案都是我提出来的，怎么不行呢？也许逼着行政院提出对案，有的没有就自己提了就3读通过了。哦，那什么是一定要有行政院？还有行政院反对的，比如那个时候我提的工程收益费征收条例废止，逕付2读全部通过，行政院是反对的。这钱没有了啊！我说哪有真的受益？很多人是受害的。我当时协调很多都是受害的，开一条路又有噪音，又有交通拥挤，还跟他收钱。有时候同时旁边开3条路，还收3个钱，好吧？这个所以呢，议员上的立委你们不懂国政。黄国昌说：“这是总统讲话该有的高度吗？在讲些什么？”我们看一下。我就被你们搞破了！21年前时任立委的总统赖清德狂飙3字经，怒骂国民党阻挡军购。这段影片再度引起网友讨论，原因出在11号记者会上的这段话。21年前我担任立委时，美国决定出售8艘潜舰等，在立法院程序委员会被阻挡了69次，最终导致流产。如果当年能够通过这项军购案，属于我们的8艘潜舰早已经成军。呼吁在野党若继续卡军购，恐怕台湾跌出优先名单。21年前的历史可能重演。民众党团率先出招，喊话会将1.25兆军购并案审查，让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抓到机会，很酸没有国民党的民众党团踏出好的一步。国民党只有2个标准，第一个
就是我们一定会采购台湾真正需要的军购。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常会上重申是支持台湾合理采购，当然要帮老百姓看紧荷包，避免中间可能上下其手、舞弊营私的所有漏洞。毕竟总统才喊话蓝白别卡军购，只是民众党团的态度也突然转向。国防就这样的军购条例列为我们台湾民众党最优先的法案，我们也同意院版的条例可以复委。白银放行正院版本复委，蓝营更证实没有被事先沟通，甚至有委员觉得被突袭。难道蓝白在立院分道扬镳了吗？因为接下来中国国民党他们也会提出他们的版本，那到时候台湾民众党的版本、中国国民党的版本以及民进党他们的行政院所提出来的版本，那大家一起讨论，我觉得这是好事。朝野政党对军购案都有版本，成了立院下个会期的主战场。来，嘉宇，先讲议员当立委哦，因为毕竟我们在座很多都是这个曾经资深的议员。那我觉得以前在议会的时候，好的民生法案，你要提出建议的时候，几乎我觉得市长他都会从善如流。可是到了立法院，像我想要推动这个降低公设比啊、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啊、等等的这些，你会发现它后面牵涉的利益或者是党派的意识，往往大于这些。所以这个民生法案要推动，包括我们这个货物税长期都没有改变等等的这些问题，根本就是非常困难。然后每天在吵的就是你说这些比较是国防军购等等这些预算的事情，所以确实它是有一些落差。但是我觉得大家所期待的还是说能够专注在民生经济这些议题上。那你说国防军购的事情，赖清德总统其实也多次重申说，这个国防军购的采购从阿扁总统时期就因为多次的杯葛，所以导致后来我们错失购买潜舰的机会，然后后来才有所谓的海鲲号，到现在可以说是得不偿失，付出了更多的成本，那最后不如预期等等哦。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现在我们必须要面对说，当大家不断的预期说台海的情势如果升高，我们要怎么样防卫自己、国防自主的这个决心。而且你面对的川普刚刚讲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对不对？如果大家觉得说，我今天已经有这么多的军购项目要给你了，结果你们还在这边拖拖拉拉，他可能一个不高兴又要用别的方式来针对台湾。所以像南韩之前也是关税好不容易谈好了，结果国会因为不通过，现在又说要增加到25%，而且川普还说非常不耐烦说不想等啦，觉得南韩没有诚意等等，所以确实我们是有这样子的压力。那我相信民众党在黄国昌去美国回来之后，愿意提出这个军购的国防的这个版本，国防预算版本现在也同意复委等等的这些动作，就证明说确实是有意识到台湾的这个国防预算军购的必要性。那反观国民党现在孤军奋战，你要挡军购，也要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说给外界的感觉是郑丽文一手想要正习会，那一手呢又在挡军购，那当然大家的解读就是你这个亲中反美嘛，那这个标签对国民党绝对不是好事。那而且到现在国民党挡军购的论述，如果由傅崐萁出来这个说行政院的军购版本我们绝对不会通过等等的这些，我觉得会让大家觉得说你就是为反而反。如果你真心是为台湾好你真心期待说有一个好的军购版本，你要去监督，那你可以提出一个军购版本，大家一起复委一起讨论，觉得怎么样的采购怎么样的监督是最好的，而不是就是全部都不要，然后我就是挡这个预算挡去这个复委。那我觉得现在民众党的做法比较能够说服大众说我们有自己的版本，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现在球就在国民党身上，下一步到底是什么，大家也等着看。如果民进党跟民进党一起，国民党怎么办？其实第一个我必须要讲，我们没有挡军购这件事情我要说一个国防建设执政党在野党大家一定都支持，但是现在重点不是说要不要军购，谁挡军购，而是有没有交代清楚说这个军购你是要怎么买，然后呢买什么，有没有公开透明，那财政能不能负荷，买了能不能如期交货等等那行政院这次提出这个8年1.25兆的一个这个预算我必须要说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金额之大，
然后时间之长，甚至于这个时间会长过了可能赖清德自己的任期哦。那所以有什么道理这样编？然后呢，绕过一个我们可以去监督的一个用总预算的方式来做哦。所以呢，摆明了其实是要我们去背书他的空白支票。我想这不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老百姓也没有办法接受，说如果我们就这样子放水是一个空白支票来做哦。那当然了，我想我们的态度其实跟民众党其实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说第一个呢，我们一定支持国防建设、国防预算，但是呢，我们不会接受空白授权，要我们这样去背书。那第二个呢，我们也不可能去接受你贴上一个所谓的什么阻挡国防、阻挡军购，而且事实上哦，这样的一个口号，我觉得老百姓现在也不买单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守护的是什么，我们在守护的就是真的，就像我们刚刚就是郑丽文主席讲的，不能够有徇私舞弊的事情产生，不能够很多的黑箱的作业产生，所以我们是在为这个来把关哦。那我想大家都当过立委，都知道哦。那这个并案审查这件事情，这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了。所以今天民众党有一个版本，国民党我们也会有我们的版本。什么时候会出来？现在很积极在处理，其实应该是很快了啊，所以我们也会有我们的版本可以出来。那到时候呢，其实跟行政院版其实并案审查，然后严格的把关，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哦，身为一个总统的这个高度，他现在其实在用喊话的方式，用两样，第一个时间的压力，第二个用这个情勒的方式哦。那说着说，如果今天军购不够，什么我们会调出优先这个名单的这个顺序哦。第一个，到底什么叫优先名单？这个意义是什么？第二个，这个顺序谁定的？这是一个政治语言还是真有其事哦？所以我想他现在的做法不是要凌驾到国会之上哦，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违宪哦。那最后我要讲哦，其实不是什么谁的出身，不管他是这个议员出身，他是素人，他是学者哦，其实大家都懂在立法院里面的规则，而是赖清德所领导的行政院不守法。不过现在情况不太一样，因为民众党是一个新的党团哈，所以国民党现在面对的除了是跟民进党竞争，还要跟民众党竞争。你们要知道，形势已经变了啊！所以像军购这些事情，其实国民党应该在民众党之前就应该提出对案出来，或者至少要表达态度。所以如果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会审查。你现在等于是又被民众党带着跑，国民党一定要很注意这一点。民众党因为他要有他自己的政党的主体性哦，今后可能不能像以前那样说什么都蓝白一起，蓝白一起，可能不会这样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郑丽君啊，12号去美国要去说关税最后敲定到底怎样？到底谈的什么？都保密到家。我们知道日本怎么谈的，我们知道韩国怎么谈的，我们知道加拿大怎么谈的，我们知道英国怎么谈，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台湾怎么谈的。那明天说要签署了，哦，那卓荣泰说不要乱猜，不要猜测，政府做好准备了，你们要信任我们，啊，要信任我们。不要骂我们，要给我们温暖的鼓励啊！我们也很想给你温暖鼓励，那到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温暖鼓励呢？真的不知道啊！哦，真奇怪啊！照理讲呢，萧万长呢被丢鸡蛋，那萧万长跟美国谈判的时候就增加很多底气啊，农民权益不能损伤。你看我已经被丢鸡蛋搞成这个样子了，哦，那你现在不知道政府到底怎么谈的，就靠个郑丽君，还靠个这个经济部几个人，哦，就能谈出什么东西来？美国到人家那边去，人家压力那么大。好，那另外呢，美国汽车可能进台湾会零关税，会不会冲击国产车？经济部长说没加，不会，只会影响日本车、欧洲车，你相信吗？对国产车不影响。我们的国产车占全台湾车的51%，现在差不多一半的市场了。哦，那当然了，日本进口车比较贵，欧洲进口车贵，所以美国车降价有可能会取代一部分，这是会的。但是呢，譬如说，假如我们国产车降成这样，如果将来美国进口车压到这样子，只差一点点，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想啊，我再加一点点钱，我可能就开那个品牌觉得更好的、更高档的车，不会心动吗？不会影响吗？都不会影响到国产车，你真的相信经济部长讲的话吗？好吧，说因为美车的冲击可能会酿结构性的失业哦，30万哦，30万家庭会受影响哦啊。那政府说要编个30-40亿啊，给什么零件业啦，给国产业者。如果都对国产车不影响，你编30亿给他干什么？不需要啊。你的劳动部长昨天把这些车厂，前天经济部长把他们都找来，前天找9家，昨天找6家，不会影响你，你担心什么？你骗人吗？就是会影响，怎么会不会影响呢？好吧，
说呢影响只有1.94%，1.94%有好几十亿啊，哦，那另外呢，除了美车零关税，牛绞肉、内脏听说也要进口，哦，所以呢，国民党委员就认为是这是先斩后奏嘛，你是牺牲我们的食品安全换关税嘛，尤其内脏，老美是不吃的，对不对？台湾人是爱吃的，台湾还很爱吃这个内脏，所以呢，那标准跟美国一样，你觉得合理吗？通吗？哦，那另外呢，说美猪关税可能减半，云林县长张立山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做影响我们猪农，我们赶猪到台北去抗议。法国农民常这样干，常常把整车的番茄运到这个法国的这个进巴黎之前，给你倒在路上，让你阻碍交通，还把牛啊、这个羊啊赶到这个巴黎去哈，是要把猪赶到台北来抗议哈。那猪农说呢，知道关税减半，头都昏了哈，说希望不要让养猪业泡沫化。我们看一下。只要谈判一完成，我们就会向国人来做完整的报告，而且呢也会依照条约缔结法的规定，把这个协定送交国会来审议。同时呢，也会把1月15号我国与美方签署的台美投资 MOU 一并送到立法院来审议。那我要再次强调，台判团队呢一定会秉持维系产业国际竞争力，确保粮食安全，守护国人健康，优化台美经贸体系，建立信赖且安全的产业供应链，以及确立台美高科技战略伙伴关系的原则来进行谈判。我们也相信谈判团队可以达到好成果，建立台湾的经济韧性，也促进台美贸易的平衡互惠。好，洪薇，你这个财政专家，我们这一次哦，这个整个台美关税贸易谈判哦，实在是我真的觉得是离谱到家，而且丧权辱国。我必须要讲，就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跟美方去谈判哦，因为我们是弱势，那当然非常辛苦。但是不管多艰难多辛苦，不能成为你可以黑箱作业的一个借口，你不能合理化这些行为。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开放市场以及关税调降，它的范围实在太广了。我目前所得到的消息啊，我们要降成零关税的项目啊，高达6300多项。请问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行政院有没有透露任何一项？没有。而且继续的死鸭子嘴硬，在前2天，那我是爆料，我说因为我得到的消息就是我们对美国制的这个进口的汽车零关税，然后还有呢就是保健食品从原来的30%降成10%，那不管是进口车也好，或者保健食品也好，那么这是消费者所欢迎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呀比较贵啊，最好降价。可是你不能够否认，对我们的产业还有对我们的从业人员是有冲击的嘛？好，我都已经告诉大家，我得到的消息就是降为0%。结果呢，行政院呢他不否认，他也不承认，然后一直等到星期2，因为我大概是礼拜1晚上发文，那星期2早上，然后行政院呢才匆匆忙忙，然后突然赶快去找一些这些汽车工会的业者，然后由劳动部再出来去找这些产业工会啊，这些劳工工会的这些成员，然后来开会。可是问题是，大家知道什么时候要签订这个台美贸易协定吗？就是在星期5的凌晨，好，也就是今天的深夜，接下来就放假了。对，没错。然后呢，他在准备星期5的下午才对外说明，然后大家开始放年假。那他今天呢也公布一个说，哎呀，民调啊，大家多么满意。你这个民调有什么道理？大家都还不知道你哪些要调降，哪些要市场开放，然后做民调，然后开始做大内宣，是可以这样搞法吗？我们刚刚讲，就说以汽车业者来说，我后来才知道啊，就说他们自己会发现，我一直以为汽车从业人员大概10万人，结果现在不是不止它是包含汽车从业人员以及上下游，一共大概30万人，它会影响大概30万人的劳工生计。然后说现在啊，就说没问题，我们会有个30亿的这个补助基金。我刚刚算一算，普发现金1万块啊，一人1万块，打死哈！而且你这么晚才找业者来商量，而且我告诉大家，这已经是我们承诺，因为郑丽君你去了很多次，汽车的关税是根本都已经承诺好的。那接下来现在只是回来整理。那另外，这个有关农产品，这是民进党最不想面对的一环。猪农说他们都快昏倒了，
没有错啊，因为现在大概有15项的猪的产品啊，美猪的产品，它要分3年调降关税，调降1半，它有没有跟业者讲？没有。然后还不止猪哦，鸭肉、鹅肉啊，还有葡萄，还有什么？反正好一大堆了。我稍微有看到一些资料，也有人开始实在看不下去了啊。然后通通都是要降税降到1半。好，他也没有告诉大家，然后告诉你的就是啊，我们呢有几十项产品呢，我们就是通通都不开放，然后我们关税也不调整，但是他不告诉你，有好几千项通通都要调整。好，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是不管是工业产品或者农产品，还有我们的劳工，到底我们面对的冲击是什么？好，完全是黑箱作业。然后现在就告诉你，今天卓慧说，请大家啊不要随便臆测。我刚刚讲啊，马上就要签下城下之盟了，然后你不要随便臆测。你不是都已经答应人家这个，答应人家那个，然后难道这些猪农也好，或者是渔产品业者也好，或者是这些工业产品业者，他们难道不应该知道说，那到底未来我们的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巨变吗？你不能问，不能问。不能讲，一切都等我们签好之后呢，然后我们会送到立法院，那会送到立法院一定告诉你哈，那你一定要推下去，你不推下去啊，我们就没有15%啦，我们15%不叠加啊，难道你要我们比日本跟韩国还要高吗？然后你要让我们的中小企业没办法生存吗？一定是这样的话术，所以也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监督的机制里面，他要让立法院完全的架空。那个最近啊，就有人把那个网络上当年郑丽君去质询行政院经济部说，当时的这个ECFA 对不起，就是有关于我们的这个服贸谈判，说你们签这个协议啊，事前完全黑箱，事后呢我们都不能改哈，这没有这样的政府哈，这不是独裁。什么叫做独裁？我们准备把郑丽君这一段的质询呢，原版的奉送给他。现在他们所做的事情，完完全全的黑箱，而且回来一定告诉你不能改。如果你改的话，你又是中共投入人，几乎一定是用这样的话术来强渡关山。休息一下再回来。